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终于有人揭露肖战与赵丽颖被孤立的真实情况。娱乐圈这个圈子，外头看起来光彩夺目，背后却藏着不少自大和成见。赵丽颖拿下飞天和金鹰双料视后，肖战妥妥的顶级流量男星。可就是这两位，因为身上的非科班出身，还有流量标签，被一些人指指点点，没少遭人挤兑，酸言酸语。最近甘薇在直播中替他们说了句公道话，直接称他们就是演技派。这话一出，立马让网友们炸开了锅。一方面总算有人站出来给肖战和赵丽颖撑腰，另一方面他们俩为什么会被边缘化，实际原因这会儿也被揭了个底儿掉。演员到底还得拿作品出来溜溜，赵丽颖和肖战就是靠着一步一步的好活儿，扛住了外头那些风言风语。赵丽颖啥出身啊？估计大家心里都有数，读的是中专，干过销售，原先也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姑娘。2006年，她阴差阳错的报了个选秀，运气挺好，冯小刚那组给她拿了冠军，后来就签了公司，到横店混群演去了。那阵子，她就在剧组里当群演，晒着太阳苦等一个镜头，很多时候连露脸的机会都捞不着。化妆间那会儿，她缩在边上，其他演员正热火朝天的聊着自己表演戏的那些事儿，她就在一旁静静的听着，一句话都插不上。2013年《陆贞传奇》播出，她凭借陆贞一脚火出圈，角色里的那份倔强劲儿，加上眼神里带着的故事感，让观众一下就把她记住了。后来《花千骨》里的小骨，既机灵又让人心疼，《楚乔传》中的楚乔霸气十足，英姿飒爽。她从最开始软萌甜美的小姑娘，慢慢转型成了果敢又有担当的大女主。2022年，她在《风吹半夏》里饰演了一位冲劲十足、敢闯敢拼的女企业家，包揽了飞天奖最佳女主，还顺带成为飞天金鹰的双冠得主。可就是混到这高度，质疑声还是不断，凭着中专毕业，表演专业也没念过，总有人揪着说他根子不牢，全靠公式表演。酱园弄官宣他参演那会，网上的争议声又起来了，有人直接拿他和章子怡做对比，觉得他扛不住这种大制作的重头戏。这种成见就像看不见的墙头，死活横在他拼搏的道上。肖战和赵丽颖其实都挺接地气的，他虽然念过大学，不过学的专业是平面设计，毕业以后老老实实干上了设计师的活儿，天天就是画图改稿子，日子过得一点波澜都没有，平平淡淡的。小时候接触过绘画，对艺术算是有点敏感，只是从来没琢磨过会去当演员。2015年，肖战收到了选秀节目的邀请，他想着人生多体验点不一样的，所以踩上了那个舞台。在训练营里，他被教练压腿压得汗水直流，差点打了退堂鼓，但最后还是硬撑了下来，顺利加入了 X9 少年团。2019年《陈情令》让他一炮而红，扮演的魏无羡笑起来透着股机灵劲儿，掉眼泪时让人心都跟着揪紧，这一下子就窜进了一线小生的行列，混成顶流。这光鲜背后也夹杂着不少烦心事。有人拍手称他天分高，有的人嘴巴刁，说他就靠一副皮囊，演技还得磨练。想换路是他绕不开的坎。接下了徐克导演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在剧里饰演侠味十足的郭靖，还在《藏海传》里变身深沉又多面的藏海。导演们直夸这小伙子戏里头有劲儿，会抓住观众的眼球。网上还是有人议论，说什么流量明星撑不起大制作，票房成绩一不如意，就把责任往他身上推。甘薇站台。最近甘薇在直播时说的那些话，
直接把大家对这2个人的成见全都摊在阳光下了。他直接表态，赵丽颖和肖战的演技真没啥可挑的，公认的实力派，这点不用多说。他就直说了，赵丽颖在《酱园弄》里演得挺到位，细节拿捏得相当好。肖战在《藏海传》那股爆发力没得说，他说的每句话都在认可俩人的实力。这番话不光让粉丝们心潮澎湃，还把圈里那些原本躲着的小偏见给撬了出来。提起赵丽颖，大家都说她在一些活动上总是单独行动，看上去不像和大家打成一片，结果就有人说她被圈子孤立了。2019年星光大赏那会儿，赵丽颖一个人上了台，裙摆又长又拖地，都是自己拎着走，真没见谁帮下忙。2023年微博之夜，赵丽颖主演的电影剧组都来了，就她没到，现场那镜头给到，难免让人觉得她像是被整个圈子冷落了一般。她自己也坦言，她不太喜欢参加那些应酬，更愿意把精力拿来钻研角色。肖战的被排挤在网上更显眼，顶流这个身份让他无论做什么都被无限放大，表现出色不一定有人表扬，演得稍差点立马就被贴上花瓶的标签。甘薇说这番话其实也是在让大伙别总揪着他们出身不放，还是得多关注一下他们的作品咋样。共同的特点，低调。说实话，赵丽颖跟肖战性格上还真有点像，俩人都特低调。赵丽颖在娱乐圈里交际面也不宽，平时也很少有啥花边新闻。她唯一公开的恋情就是跟冯绍峰因拍戏走到一块儿，2018年俩人登记结婚，还生了个儿子。可2021年这俩人分开了，一别两宽，她带娃独自生活，一点没啥明星架子，低调的跟身边那些小区里的宝妈差不多。如今她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演戏上。这一年，她除了演了《酱园弄》，还接了个新项目，是演一名战地记者。这角色和她以往的完全不是一个路数，对她来说挺考验的。肖战这边也是一样，感情方面一直挺清清爽爽，几乎没见过有什么绯闻传出来。他和王一博因《陈情令》结下了深厚的友情，私底下走得很近，时不时有点小互动，粉丝们看了老开心了。眼下《藏海传》刚刚收官，他又马不停蹄接下了部科幻片，转型的路上真是没歇着。说到音乐，新单曲《心动一瞬》才上线，评论里清一色夸声不断。2. 演员肖战改名后首度发文，热搜爆了。7月20日，微博服务器差点被挤爆。肖战把微博名从 X9 少年团肖战 DAYTOY 改成肖战，发了条上班、下班的动态，配了4张明信片。就这么简单一件事，愣是让全网炸开了锅。粉丝们激动的像是中了彩票，路人看得一头雾水。营销号连夜赶稿子，热搜榜前5占了仨。这事儿的从2015年说起，那时候肖战还在《燃烧吧少年》里摸爬滚打，脸上还带着学生气。第2年组合出道，8个少年排站，唱着以己之名亮相。那会儿谁想得到7年后会闹这么一出？就像大学室友毕业各奔东西，有人进了大厂当高管，有人创业当老板，还有人回老家考公务员。娱乐圈就是个大型名利场，组合出道就像考进重点班。X9 少年团这个班，有人半路转学去了21色，有人提前退学，剩下的人慢慢都找到了自己的路。肖战演了《陈情令》之后，就跟开了挂似的，代言接到手软，戏约排到明年。这时候还顶着组合名前缀，确实有点像是名牌大学毕业生，还穿着高中校服出门。粉丝群里早就炸开锅了。DAYTOY 这个后缀跟了战这么多年，突然没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一个老粉在超话里感慨，有人翻出旧照对比，发现明信片上的风景暗藏玄机，
对应着他演过的几部戏。这心思细腻的，连侦探小说作家都得竖大拇指。其他成员的动作也挺有意思，赵磊、夏之光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，一个个都把前缀去掉了。这场景莫名让人想起毕业季，同学们陆续把 XX 大学从社交账号上撤下来。有网友开玩笑说，这是要集体办理退团手续吗？底下立即有人回怼，人家这叫毕业，懂不懂？业内人士倒是见怪不怪。资深经纪人林姐说，艺人发展到这个阶段，个人品牌价值早就超过组合了，就像明星开工作室，迟早的事。这话在理，看看肖战的商业价值就知道了，30多个代言在身，微博3000万粉丝，确实没必要再背着组合名闯荡。这场更名风波意外引发了关于网络身份的讨论。心理学教授张明远分析，社交媒体账号就像数字身份证，改名往往意味着自我认知的改变。这话说得挺透彻，就像我们微信换头像，有时候就是心态变了。回头看看 X9 少年团这7年，活脱脱一部青春成长史。有人继续在舞台上发光发热，有人转行当了演员，还有人选择了不一样的人生道路。但2016年秋天那个出道的夜晚，永远定格在粉丝的记忆里。就像同学聚会，虽然现在有人当老板，有人当老师，但说起当年宿舍里的糗事，照样能笑出眼泪。现在肖战正在拍《藏海传》，还有《射雕英雄传》等着播。去掉前缀的他，像是卸下了包袱，轻装上阵。这场关于名字的讨论，倒是给娱乐圈提了个醒，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，真正能让观众记住的，从来都不是前缀后缀，而是实打实的作品和本事。话说回来，偶像组合成员单飞这事儿，就像是看着自家孩子长大成人，你会继续支持他们每个人的发展吗？毕竟人生这条路，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走法。